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石敦哉先生所著的《教您头发增多的妙招，成功率95%的生发法》这本书。如今市面上充斥着各种被认为对头发有益的产品和信息，多到让人无法分辨哪些是真正有效的产品和可靠的信息。许多人因此盲目尝试，反而使情况恶化。这本书的作者石敦哉先生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然而，当他了解了养护头发的关键要点后，发现这些方法既不费时间也不费钱，而且任何人都能做到。作者本身发质细软，当时他没有意识到发质的差异，误以为头发变稀疏了，因此他曾经购买宣称对头发有益的洗发水和生发剂，焦虑地度过了许多日子。然而，获得正确的头发和生发知识后，作者的人生发生了改变，并意识到无论年龄多大，任何人都可以让头发增多，甚至有些人可以恢复到发量丰盈的状态。解决头发困扰能带来生活的改变，这并非夸张的说法。头发是影响个人自信、时尚感和第一印象的重要因素。希望有更多有头发烦恼的人能够获得实用的、真实的信息。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正确的头发和头皮知识；第二，让头发健康的3种习惯；第三，关于洗发和饮食的解析。首先是第一部分头发和头皮的正确知识开始吧。许多人认为头发变稀疏或白发增多是基因遗传无法抗拒的结果，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虽然薄发或白发的确有遗传倾向，但大多数情况下，头发问题的恶化更多是由于生活习惯和日常护理不到位造成的。即使遗传上容易出现头发问题，通过掌握正确的知识并进行适合体质的护理，依然能够维持良好的发质状态。正如遗传上胃弱的人通过细嚼慢咽和避免刺激性食物来维护胃的健康，头发护理也是同样的道理。其中导致头发不健康的常见原因之一是压力。压力是生发的大敌。当压力增加时，自律神经失调、肌肉紧张、血管收缩，导致头皮血液流动受阻，使头发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您是否曾在洗头后看到排水口积满掉落的头发而感到沮丧？对于头发问题非常在意的人，有时会忍不住数掉落的发丝。事实上，过度关注掉发值会增加压力。日本人的平均发量约为10万根，每天掉50至100根都属于正常范围，因此不必过于担心，以免增加压力。健康的头发会经历以下周期：休止期3至5个月，生长期2至6年，退行期约2周。在休止期内，头发停止生长并掉落，而毛孔中会开始为新发准备。若在此期间按书中的方法进行头皮和身体的护理，将能让即将长出的头发更强壮。持续正确的护理还能延长生长期头发的寿命，因此掉发后可将其视为让新生头发变得更粗的机会。只要每根新发比之前粗，头发的密度和美观度都会提升，实现生发效果。在生发过程中，有几点常见误区需要纠正。大多数人认为生发关键在于彻底清洁头皮，去除污垢，但这并不完全正确。为了改善头皮环境，清洁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护理方法。然而，彻底清洗头皮并不等于去除污垢。很多男性认为毛孔堵塞会导致脱发，因此使用清洁力强的洗发水大力清洗头皮。然而，长期使用这类洗发水会把保护头皮免受干燥和细菌侵害的皮脂膜完全去除，导致头皮屏障功能下降。皮脂膜有助于维持头皮常驻菌群的平衡，并保持头皮在健康的弱酸性状态。要保持健康的头皮环境，适量的皮脂是必要的。如果皮脂膜被彻底去除，头皮会分泌更多的皮脂来弥补失去的部分，因此越是想通过清洁去除皮脂，越可能陷入皮脂分泌增加的恶性循环。此外，过度清洁会扰乱头皮的常驻菌群平衡，导致头皮屑和异味的产生，
甚至引发摩擦造成的头皮损伤和炎症。因此，过度清洁头皮会适得其反，需要引起注意。不过，过度堆积皮脂也会带来问题。皮脂分泌后，随着时间推移会被氧化，变成难以清除的过氧化脂质。这种过氧化脂质必须被清除，因为它是堵塞毛孔和导致脱发的元凶。定期使用油膜护理是清除累积的过氧化脂质的安全有效的方法，而不是通过强力洗发水大力搓洗。日常洗发时，只需去除当天的污垢和多余皮脂即可。稍后将介绍油膜护理的具体方法。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是，很多人在发现脱发增多或头发变稀时，首先想到的是更换更高档的洗发产品或使用生发剂等外部护理产品。生发剂确实有其功效，但如果头皮细胞缺乏对外界刺激的响应能力，外部护理的效果就会减弱。因此，激发生长力量的关键在于从内而外的调理。头发的生长依赖于体内的营养，而这些营养通过头皮的毛细血管输送到毛囊细胞。然而，我们的身体优先将营养输送到维持生命的器官，头发和指甲等非必需部位会被放在次要位置。医学中将头发称为余，意指其是多余的血液所生成的。如果血液循环不佳，营养就无法充分输送到头发，头发的状态反映出血液和身体的状况。因此，如果血液循环或身体状态不好，即使使用再好的生发剂，也难以养出浓密的头发。为了促进头发健康生长，需要遵循以下3个步骤。为改善头皮环境，首先我们需要去除影响头发生长的因素。这里介绍3个重要步骤。步骤1：去除影响头发生长的障碍。步骤2：将头皮打造成良好的基础。步骤3：从身体内部提供营养，促进头发生长。接下来是第2部分，让头发健康的3种习惯。习惯1：通过油包清除毛孔中的顽固污垢。习惯2：保持适宜的体温，男性为36.7度，女性为36.2度。习惯3：吹风机用于吹干头发，而不是对着头皮吹风。接下来，我们将逐一详细介绍这些促进头发健康的习惯。首先讲解习惯1：通过油包彻底清除毛孔中的污垢。在去除头皮顽固污垢的过程中，油包法是有效的方法。虽然定期洗发可以去除日常污垢，但头皮的最大敌人之一是氯和堵塞毛孔的过氧化脂质。皮脂是保持头皮滋润并维持弱酸性环境所需的物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皮脂会氧化并生成过氧化脂质，这些过氧化脂质难以通过日常洗发完全去除。因此，作者建议定期进行油包处理。初次进行油包或长时间未进行护理的情况下，建议每周1次，持续1个月，以集中的方式去除氧化污垢。之后可以每2个月进行2至3次，以维持头皮良好状态。如果头皮有油腻的异味，这也是需要油包护理的信号。进行油包时，需遵循以下2项关键注意事项：使用100%天然植物油，如荷荷巴油、杏仁油、芝麻油、鳄梨油或橄榄油等，尽量选择化妆用油而非食用油，避免使用矿物油，因为它不易浮起皮肤上的污垢。每次使用20毫升充足的油量，使用过少的油无法完全渗透污垢，因此建议使用约20毫升的油，使头皮均匀滋润。具体的油包3步骤如下：步骤1：先将头发弄湿，以减少按摩时的摩擦。步骤2：用毛巾轻轻擦干头发，从头顶向外扩散涂抹20毫升的油。步骤3：进行头皮按摩，等待15分钟。头皮按摩时，有3个要点需注意。要点1：将2手拇指根部的凸起部分置于耳上方的颞肌处。要点2：双手向头顶方向推按4到5次，松解颞肌。要点3：用双手指腹向上推按前额肌和枕肌，进行按摩，放松这些肌肉后，最后将位于头顶的帽状腱膜向头顶方向推按即可。完成以上步骤后，可按平常方式洗发结束。
这种油包护理在家中即可轻松完成，几乎不花费任何费用，非常有助于保持头皮的良好状态，建议尝试。接下来介绍第二个增强头发健康的习惯：男性体温应保持在 36.7 度，女性为 36.2 度。提高体温来护理头皮，可能对许多人而言不太直观，但有许多实例显示，许多曾经无论尝试什么方法都无法让头发恢复健康的人，在提高体温后，头发在几个月内开始生长。这是因为身体代谢产生的热量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低体温往往导致血流不畅，头皮处毛细血管无法充分获得营养，导致头发缺乏生长动力。我们的身体组织和器官正常运作的最低体温需在36度以上，代谢活跃且免疫力最佳的体温为 36.5 到37度。因此，男性应以 36.7 度为目标，女性则为 36.2 度。为提高体温，日常生活中可融入以下简单习惯：一、在车站选择楼梯而非电梯或扶梯；二、用自行车代替汽车去购物；三、养成洗澡后拉伸的习惯；四、进行深蹲等肌肉训练；五、享受泡澡，而不仅仅是淋浴。日常中融入这些小习惯，有助于提升体温。不过，体温过高的人也容易脱发，尤其是有下述症状的人，往往会出现头顶部位脱发的问题：一、高血压；二、怕热；三、易出汗；四、脸色常常泛红。这些体温偏高类型的人与体温偏低的人需要不同的护理方式，每个人的头皮状态不同。本书介绍了高血压、高体温类型之外，还包括缺氧、老化、干燥、易热等不同类型的头皮状况。接下来是第三个增强头发健康的习惯：吹风机应只用于吹干头发，不要将风直接吹到头皮。头发在湿润状态下比干燥时更柔软，容易因摩擦或拉扯而导致表层的鳞片状毛鳞片受损，使头发拉长并变得脆弱。因此，建议洗发后使用吹风机吹干头发。然而，吹风机的热风可能会导致头皮过度干燥，这对头皮的健康不利。从养发的角度来说，头皮保持湿润是最佳状态，因此，吹干时应集中在头发，不要将风直接吹到头皮。理想的做法是沿着头发的方向，从上向下或从下向上吹，避免直接吹到头皮。当头发大约干到70%时，将热风切换为冷风，可以进一步防止头发干燥。此外，使用带有头皮护理功能的吹风机也是不错的选择。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如果不完全吹干头皮会滋生细菌。其实不必担心，因为体温会自然蒸发掉多余的水分，不会引发问题。接下来是第三部分，我们将讨论关于洗发和饮食的内容。本节将介绍一些日常生活中可以改善的，对于促进头发生长有帮助的小技巧。首先，让我们从饮食方面开始，探讨一下海藻真的对头发有益吗？一提到海藻或海藻提取物，许多人都会想到它有助于头发健康。在过去，甚至有吃海带或昆布会让头发增多的说法。许多人从小就听父母说，多吃海藻能让头发更强韧。然而，现在医学上认为这种说法并没有确凿的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海藻中的营养对头发生长毫无帮助。首先，海藻富含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对肠道菌群非常有益，能够帮助维持良好的肠道环境。肠道菌群有助于消化食物，提取所需营养素，促进生命活动，并生成头发生长所需的成分。此外，海藻中还含有丰富的铁、锌等对头发健康至关重要的矿物质，因此，适量摄取海带、昆布、海苔、洋七菜等海藻类食物，有助于支持头发健康。为了保持良好的肠道环境，除了水溶性膳食纤维，还需摄取不溶性膳食纤维、山药、纳豆等黏滑食物，香菇、华子菇等菌类，四季豆、毛豆等豆类。芝麻和栗子等食物中都含有丰富的不溶性膳食纤维。为了多摄取这些食材，作者建议比起选择面条等食物，
不妨增加以主食、主菜和副菜搭配的定时摄取频率。保持肠道健康是让头发健康的关键之一。接下来，在饮食之后，我们来谈谈睡眠。许多意想不到的原因可能会影响头发健康，其中之一就是枕头的选择。大多数人每天花费约1/3的时间在睡眠上，平均每晚在床上躺6到8小时。因此，选择适合自己的枕头，可以将这段长时间转化为促进头发生长的机会。枕头的重要性在于它影响颈部的健康状况。使用不合适的枕头可能导致颈部僵硬，继而影响睡眠期间头部的血液和淋巴循环。当头部位置不佳时，也会影响呼吸的顺畅，降低睡眠质量，继而影响自律神经的平衡和身体功能的修复，甚至妨碍头发生长的细胞修复和促进头发生长的过程。头发生长最活跃的时间是在黄金时段，也就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因此，在这一时间段入睡对头发生长尤为重要。运营一家专门解决颈部问题的诊所的专家建议，选择枕头时，最重要的是选择一个便于翻身的枕头。理想的枕头应使面部线条与床面水平，以减轻颈部压力，保持自然呼吸。由于每个人的颈部弧度、头部大小、体型各不相同，因此电视或网络上宣传的枕头未必适合所有人。为了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枕头，建议实际尝试不同的材质、硬度和高度。促进头发健康当然重要，但提高睡眠质量对整体健康也至关重要。如果您目前还在使用随便选择的枕头，不妨重新审视它是否真的适合自己。之前我们讨论了颈部僵硬会导致头部的血液和淋巴流动变差，而其中一个导致颈部僵硬的原因是使用电脑和手机时的不良姿势。很多现代人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长时间低头看屏幕的习惯。使用电脑时，可以考虑使用电脑支架等工具，将屏幕调整到眼睛的高度，避免长时间低头。使用手机时，也要注意不要总是低头的姿势。虽然这似乎只是个小细节，但其实对头发的健康大有帮助。事实上，很多患有圆形脱发的人都有严重的颈部僵硬问题，而仅仅通过缓解颈部的僵硬，许多人的脱发情况就得到了显著改善。所以，从今天开始，请注意自己在使用电脑或手机时的姿势吧。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关于染发的一些对头发和头皮健康有帮助的知识。如果您的白发还比较少，建议使用染发护膜或植物染料，尤其是对白发不太在意的人。首先可以尝试用染发护膜来为头发上色。推荐这2种染发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对头发和头皮的伤害较小。然而，即使是植物成分的染料，也可能引发过敏，特别是用于将红棕色染成深褐色的靛蓝草这种成分，容易引起过敏。因此，在使用前最好进行皮肤测试。此外，植物染料的颜色需要大约1周时间才能稳定下来。了解这些特点再使用会更好。普通染发剂中的氧化染料接触头皮后，可能会引起刺痛或炎症，而且使用化学染发剂后，白发和黑发的部分都会被染色。当新发根长出时，白发和染色发会有明显的分界线，从而需要频繁补染，导致头发和头皮反复受损，头发逐渐变得纤细。相对而言，植物染料和染发护膜则更温和，染出的颜色较浅，不会明显区分发根与其他头发，因此新发根不易显眼。如果白发较多而染发护膜遮盖效果不佳，或出于时尚需求想染亮色的朋友，可以通过不直接涂抹发根的方式减少染发对头皮的伤害。建议在染发时与发型师沟通，要求染发时留出发根的空隙，或采用护膜涂抹方式。这种技术并不特别，所有发型师都具备。同时，越来越多的沙龙在染发或烫发时会涂抹头皮保护剂，可以询问您的发型师是否能使用保护剂，或将染发剂扶着涂抹。虽然频繁染发会累积损伤头发，但至少可以大大降低头皮瘙痒和炎症的风险。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